4月12日，德国称可以向乌克兰提供50辆封存的豹一坦克和60辆退役后翻新的黄鼠狼步兵战车等。德国在军事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几乎成为了欧洲的笑柄。此前，德国批准向乌克兰提供2700枚原东德军队装备的苏制防空导弹，就连西方媒体也嘲讽这些过时的导弹可能根本就打不响。后来，德国又宣布批准向乌克兰提供56辆装有火炮和机枪的装甲车，但随后调查显示，德国批准提供的其实是苏制 BMP-1 步兵战车，同样是东德的苏制装备。之后又相继转手给瑞典的一家捷克企业。小编很疑惑，德国此举真的是想支援乌克兰吗？或者是放在仓库里面也是等待报废？如果能够送出去，还能省下一部分的库存费用。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款已经在大部分国家退役，只有少数国家还在使用的豹一坦克的前生今世。二战后，作为惩罚，德国被解除武装。但是随着冷战的开始，分属两大阵营的东西德国先后重建了军队。由于二战中德国的工业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加上军工厂被强制转产民用品，所以双方重建军队都是以接收援助开始。1956年1月，美国向联邦德国提供了1100辆 M47 中型坦克。1958年，美国又出口了1462辆 M48 中型坦克。但是在联邦德国看来，美国坦克性能有缺陷，加上数量不足，使德国人认为有必要自己研制一款中意的坦克。与此同时，作为战胜国的法国也面临着更新坦克的需求。车库中的战利品黑豹坦克早就淘汰完毕， AMX-50 重型坦克项目也惨遭下马，所以他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德国的坦克计划。1957年6月，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决定合作研制一款标准坦克。计划由2个德国小组和1个法国小组完成坦克的整体设计。7月25日，最终确定了技术要求：全重30吨左右，吨功率30马力，穿甲能力150毫米倾斜装甲。然而，自身装甲只需要抵挡20毫米的炮弹直射即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陆军不仅拥有坦克数量的绝对优势，而且二战末期亮相的苏联 IS-3 重型坦克就拥有110毫米的楔形车体装甲。经过10年的发展，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苏联坦克有更厚的装甲，所以新坦克的火炮威力和载弹量的标准不能低。因为欧洲虽大，但背后就是英吉利海峡，欧陆的地面部队必须坚持到美军的增援抵达。同时，由于化学能弹药的发展，使得当时的军制钢装甲的防护效能大打折扣。既然增加装甲意义不大，干脆减轻装甲，只要跑得够快，敌人就打不中。但是设计工作直到1958年初才正式开始。9月份，意大利加入了计划。1959年下半年推出了全尺寸模型，其中由宝沃公司牵头，设计出了一个非常超前的方案。车组3人全部安置在车体内，车体顶部是一个无人武器站，有一门105毫米和一门20毫米炮自动填装。更离谱的是它的驱动方式，轮履合一，这是早期轻型坦克的一种悬挂方式，既可以轮胎行驶，又可以履带行驶。豹一的一生之敌 BT-5 轻型坦克就是这种悬挂，利用轮胎行驶时可以达到70千米的时速，在那个时代堪称坦克界的超跑。但是由于德国人一再证明了堆砌新技术必然带来拖延这一定律，以及宝沃公司的财务崩溃，该项目于1961年终止。1961年1月，设计 A 组推出了原型车，序号 A1， 在后续的测试中发现90毫米火炮的威力不足，准备升级为105毫米。当时莱茵金属公司正在研制105毫米坦克炮。就在这时，英国皇家兵工厂推出了一款105毫米线膛坦克炮，重量约 1.3 吨，发射脱壳弹穿甲弹时，穿身可以超过300毫米，结构紧凑，重量轻，弹药多样，精度卓越，实在是蹲坑黑枪之利器。这就是一代名炮 L7， 包括美国 M1 坦克的早期型用的就是 L7。在修改炮尾结构，以满足9度俯角的要求之后，定型为 L7A3。而 B 组的方案由于采用了过多的新技术，他们的原型车 B1 直到9月才真正可用。但是由于第2次柏林危机的刺激，让军方感觉到更新装备的紧迫性，而他们认为 B 组的方案不能很快的实现，更不用说量产以替代现有的坦克。
虽然在对比测试中 B1 在正常情况下的表现都优于 A1， 但是或许经历过二战，德国人认识到正常情况才是真正稀缺的。当年对付虎王坦克最好的武器，可能除了飞机轰炸，就是咒它快点自己出现故障。所以1962年5月，军方还是认可了 A1 原型车，并在此基础上改进了 A2 原型车。比如将炮塔修改为以更好的适配 L7A3 火炮，增加装甲防护，以应对逐渐普及的30毫米炮和苏联人的新式武器。不过重量的增加也降低了机动性能。在 A2 的基础上，联邦德国国防部订购了50辆预生产型坦克。与此同时，法国人也推出了自己的方案，于1962年生产出了原型车。双方的原型车在明斯特展开对比测试。但是在试验之前，联邦德国议会国防委员会已经决定生产装备本国设计的坦克，并于1963年10月1日将该坦克命名为豹式坦克。后来在豹2项目启动后，将本国设计型更名为豹1。毕竟德国的方案进度更早，而且采购国货可以保护本国的军火工业。同样出于保护本国军工业的目的，法国退出合作计划，在原型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 AMX30， 而意大利又一次跳船，退出合作，转而采购美国的 M60 主战坦克。豹1主战坦克车体采用装甲钢板焊接而成，炮塔中置，前部是成员舱，后部为动力舱。成员舱右前部位是驾驶员位置，左前位置有炮弹储存架、通风装置和3防装置，加温装置在成员舱的右侧。驾驶员座椅上方的车体顶装甲板上开有驾驶舱盖，舱盖前有3个潜望镜，中间一个在准备间可切换成红外或微光潜望镜。炮塔为铸造结构，呈半球形，防盾外形狭长，位于车体中部之上。炮塔内有3名成员，车长在火炮右侧，炮长在车长前下方向，装填手在火炮左侧。在炮塔顶，车长和装填手各有一个舱盖。采用一台 MB838CAM500 柴油机，在2200转每分钟时标定功率为830马力，变速箱为 4HP250 型液力机械式，带有双流双半径差速转向装置的综合传动装置，有4个前进档和2个倒档。豹1的生产数量高达6000多辆，主要的改进型号有 A1、A2、A3、A4、A5， 其中 A1 到 A4 的改进幅度比较小， A5 的改进幅度比较大。除了电子设备的改进升级以外，重点就是升级装甲。修改车体之外，还通过螺栓增加了附加装甲，终于将装甲防护水平提升至北约平均水平。豹1系列主要装备了联邦德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希腊、意大利、荷兰、挪威、土耳其等国家。整个冷战时期，豹1并没有参加作战行动。在那个剑拔弩张的紧张年代，一款不置于一线的战车没有参加战斗，对于人类应该是一件幸事。但是豹氏家族在加拿大陆军发起的银环杯坦克竞赛中屡屡夺冠，并且包揽了金银铜。相比之下，美国的 M1 坦克只拿到过1次冠军。更惨的英国陆军不仅没有金牌，在最后几期反而连续垫底，即使派出新锐挑战者2都不行。据说为了夺冠，英国人打秃了不少的炮管，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冷战结束后，豹1坦克参与了波黑维和行动和阿富汗战争。在维和行动中，虽然豹1的装甲比较薄弱，但是105毫米的主炮威力在线，在多次行动中都给维和部队以有力的支援。而阿富汗战争中，加拿大陆军的豹1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十分活跃，后来调来了新型的豹2坦克。豹1的派生车型除了常规的工程车、坦克抢救车等车型，还有一款非常特别的猎豹自行高炮，战斗权重46吨，由于加长了车身，战斗权重比豹1主战坦克还要重。全封闭炮塔安装在车体中心位置，全车共有成员3人，其中车长和炮长位于封闭炮塔内部，通过炮塔顶部一个长条形的共用舱盖出入。驾驶员位于车体的右前侧，配备2门厄利孔35毫米口径 KDA 机炮，火控系统包括搜索雷达、跟踪雷达、火控计算机、辅助计算机、光学瞄准具、红外跟踪装置、激光测距仪等，适应在各种干扰下持续作战，拥有3防能力。代价就是高昂的价格。同期的豹1 A4 主战坦克只需要170万马克，而猎豹自行高炮单价竟然高达540万马克。由于时代限制，豹1并不是最强的坦克，但是总体性能仍值得称道。在西德乃至北约的守势战略下，豹1的火力和机动性可以满足前沿防御方针下对苏联坦克集群的机动防御。
不仅通过研制过程锻炼了设计队伍，为豹2的研制积累经验，还在服役期间重新为德国坦克赢得了声誉和市场。从1965年的豹1坦克首批交付西德军队算起，其服役至今已有50多年，各型总生产数达到了6485辆，其中4744辆为主战坦克。1990年之后，在各国服役的豹1坦克开始逐渐退出主力地位，其中德国陆军的豹1在2003年之后开始逐步退役，澳大利亚的豹1于2007年7月正式退役，其他使用豹1的国家也都在同期对其进行了替换或者升级。不过由于豹1坦克装备数量巨大，改型众多，当前仍有部分该系列的坦克仍在服役。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请持续关注我们，既可以收看最新视频，又可以浏览往期的精彩。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